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上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马上进入春季了，那么我们需要开始准备为美白准备了，或者是开始为净化皮肤做一些小功课了哈。那么其中就提到了一个东西，就叫烟酰胺。我在之前介绍一些产品的视频里面哈，因为这个产品中有这个美白烟酰胺成分，有跟大家提到过，它主要在护肤品里面起到一个增强给点美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呢是维生素 B3， 那么它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给我们皮肤起到美白，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抗炎去红的这样的效果，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皮肤起到一定的修复功能，并且呢它还可以在这个抗过敏的这个方面呢也帮我们起到一定的功效。那跟哪一些东西搭配它能起到1+1大于2的作用呢？比如说 VC， 那我在视频里面经常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不会用高浓度的 VC， 因为我认为 VC 这个东西是很难控制的，就相对来讲它比 A 酸类和果酸类的东西更难以控制，更难以把控。而且 VC 呢它不稳定，你知道吗？就是你买的说这个多少，你之后你用到脸上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是多少，有没有效咱们另当别论，但是这个东西是极为不稳定的，因为它不稳定造成整个产品里面的配方没有稳定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其他的东西。我自己是不使用这种高浓度的15%啊、20%啊这种，甚至25%、30%这样的 VC 我是不会用的哈。你使用这类的产品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那么尽可能的避免和其他的这种刺激有效成分合在一起去使用。那么烟酰胺呢和低浓度的 VC， 所谓低浓度的 VC 就是说有些护肤品里面它会告诉你这是 VC 的哈，但是它不会标明多少多少，它多多少少它含那么一点点，起到一定这种抗氧化的效果。那么烟酰胺跟它在一块儿呢，它就能起到1+1大于2的作用。那第二呢，烟酰胺可以很安全的跟所有安全有效的这种保湿成分，比如说玻尿酸啦，比如说甘油啦，那更不用说什么凡士林啦哈，还有比如说是一些神经酰胺类啦，或者一些多肽类了接下来就是除了这个保湿类就是多肽类，烟酰胺可以和多肽类相互促进，能够起到净化、抗炎跟紧致的这样的效果。以上这些东西都可以起到1+1大于2的作用。那么烟酰胺不适合和哪些成分在一起使用呢？所有的酸性，但凡你的皮肤低于一定的这个酸碱度，我们的皮肤的酸碱度最好让它维持到5.5到6.5，5.5都已经很低了，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一个酸度呢，是我们皮肤一个健康的酸碱度。那么如果咱们使用，比如说刚才说了，这高浓度 VC， 它也是一种酸性哈，它会降低我们的 pH 值。同时呢，像我们这些人爱使用这种 A 酸它本身这个东西是没酸，但是它使用到我们皮肤之后呢，它会让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脂肪酸，同时它也会降低 pH 值。那更不用说，比如说直截了当的这种果酸类啦、水杨酸，这就是直接的酸性的东西，你擦上去它就会降低你皮肤的 pH 值，造成这个烟酰胺呢它会更快的去转化成烟酸。那么这个烟酸对皮肤是有一点刺激的，同时你用低的这种 pH 值，本身皮肤就会有一定的腐蚀性，就我们皮肤的保护力度本身就变薄了，所以让皮肤会更敏感。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很矛盾，为什么刚才你说了烟酰胺又会就是可以帮我们减少敏感减少过敏然后又可以帮我们消炎呢？那为什么我们在皮肤敏感红痒的时候又不能去使用烟酰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东西就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度，必须保持这个平衡，它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高了低了都不行。这不是有些东西，应该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烟酰胺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如果你现在处在比如表皮受损、皮肤屏障有一定的问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用烟酰胺就可能会出现刺痒的状况。那么同样的产品，有些人用可以，有些人用就会有一些这种过敏的状况。那么最主要问题就是你脸上的 pH 值，也就是你前面叠加的这些产品对你皮肤 pH 值进行了改变，那么再去使用它就会转化成比较刺激的烟酸。那么还有就是说你本身皮肤的屏障已经受损了，那么你再用这个东西，它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刺激，所以大家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平衡除了刚才说的果酸不适合你的屏障受损，如果你现在正在满脸泛红，然后比如说玫瑰痤疮其实它是目前这个状态是不适合的。但凡有红痒、干皮，你觉得这个脸上经常会有一层这种皮糊在脸上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你的这个表皮受损了你这个屏障已经没有办法去维护保护自己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不适合使用烟酰胺的。综上所述，烟酰胺这个东西，你说它有特别强大的某种作用，那也就是抑制你黑色素生成了那么你如果咱们说因为我脸上发炎，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功效，我爱使用它，
不行，哎，那肯定就是差哈。如果你说我现在脸上泛红，我要使用一些烟酰胺，那肯定也是差哈。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下，它可以更好的维护你的稳定，让你的皮肤更健康，轻缓的减少你皮肤刚刚出现的炎症，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一点，那么可以缓解一些因为其他的问题造成的皮肤的这种敏感状况，所以是一个需要去平衡把控的成分哈。所以说，如果它需要咱们平衡去把控，那咱们不如就把它用在一个最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上，就是美白。说到要去平衡的使用这些有效成分，就不得不提咱们中国的这些中医药里，关注我的姐妹们不陌生，就是甘草精华、甘草精华或者甘草提取物哈。那现在也广泛的被运用到西医领域的这些美白的成分里面就有烟酰胺的成分。那个中药方里面有一个叫做七子白面膜，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美白成分叫做白芷，那白芷里面也是有烟酰胺的成分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同时有活血化瘀的功效。所以咱们聊到这个斑的时候，它的主要问题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血瘀气不足、气血瘀滞的这样子的一个体质，就会引起你的黄褐斑，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你出现了这样子的身体状况，那么你们的黑色素就很容易沉淀。那么白芷呢，除了有这个烟酰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活络你的经络，让你的皮肤起到新陈代谢的作用。同时还有我们天天就是说护肾哈，比较熟悉的就是枸杞，枸杞里面也有微量的烟酰胺成分。大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黄也是一个非常清凉的药物，它里面也是含有烟酰胺成分。大黄的作用什么？清热解毒，帮你把这个身上的这种毒素排出去。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起到一个加快你的新陈代谢的这样的作用。中国人最爱的这个人参哈，人参也是促进新陈代谢的，它可以改善你的细胞的活力，改善你的血液循环，提升皮肤的健康和弹性，有延缓衰老的作用。黄芪很多人都不陌生，主要是补气的作用。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它多多少少都是带有一定的热和动力的东西哈？黄芪里面呢也是有烟酰胺的成分。还有一个小孩长湿疹了怎么样？泡的那个金银花水里面哈，金银花这个东西真是我们中国人家家户户应该都是不陌生的哈，抗炎杀菌，同时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有清凉的作用。有清凉的作用，去火去炎的哈，它里面也是有少量的烟酰胺的成分。茯苓呢？茯苓听起来好像茯苓并不是一个热性的东西啊，但是茯苓它也是可以促进，它是有动力的，它促进我们那个水循环哈，可以增加利水的功效，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排湿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里面也是有烟酰胺的成分。那么从以上这些含有烟酰胺的，我们又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些中药里面可以看出来，其实你按照中医来讲的话，烟酰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凭它的定性它到底是热的还是凉的并没有。你有发现这里面药里面有热的有凉的，但是你会发现烟酰胺它是一个动的成分，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快速的循环起来，无所谓是快速的给我们增气也好还是在这个增血的药，还是在我们凉血的，还是在我们排毒的这个东西，它就相当于一个给我们一个动力一样的。所以如果单看烟酰胺这一个东西来讲，因为我们这个在西方的这些营养学里面，它都把这些东西都单独拿出来讲了哈。其实你把这个东西你放在无论是大黄黄芪里面，它都在里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说这个药就是因为烟酰胺起到了这个作用，而是说它与其他的这些植物里面的化学元素相结合，起到了一个它该有的这种药效，并非是因为这里面含有烟酰胺，所以它才会有如此这样的功效所以那么烟酰胺呢，它在这个里面好像貌似就是给了一个这种动力的这种东西因为它是动的。中医来讲的话，动呢它就是属阳就是你有一个给动力的这个东西都是属阳，并非是因为它是阳性，所以这些药是阳性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要先理解，再去辩证的去思考。咱们正过来推，反过来讲，从中医的理论来讲的话，烟酰胺这个东西它用在我们皮肤上，可以促进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可以帮着我们皮肤起到活血化瘀那所以它多多少少在中医的理论上它也是可以讲得通，可以帮我们淡化黑色素的。也有人吃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有时候刷视频能刷到NMN 和这个 NAD 加的前身都是烟酰胺，也就是烟酰胺到我们身体里面，它是可以被转化成 NMN 转化成 NAD 加。那么 NAD 加目前来讲被某些科学家所谓科学家证明它是可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的。但是我不建议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单独的去补充任何的一种微量元素或者是化学元素，就
就是补充就不建议，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追求一个食物的一个平衡。你但凡身体额外的去补充哪一样东西，哎，你短期的可能它减缓一些你的病症，但是长期来讲的话，一定是肯定是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哈。因为你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我们人体不应该去单独的额外补充任何一个化学元素，或者说任何一个营养元素。关于 NAD+ 这个东西就不在今天视频里面讲了哈。如果你说尝试一下，我觉得1次2次无所谓啊，就不会对身体不会有太大伤害，因为它那个量在那儿放着的哈。然后但是呢，你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因为注射了它，所以我不生病啊，我也不老，我也不死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而且如果你长期很疯狂的在一个这样子的元素上把它大量的注射或者服用，肯定是对你的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的。咱们不吃这个药，不打这个针，那什么食物中含有烟酰胺呢？比如说鸡胸肉和火鸡肉，也就是那个柴不拉几的那种鸡肉里面哈，它就含有烟酰胺的成分。同时一些鱼类、牛肉，牛肉的这个腱子肉，动物的肝脏啊，猪肝、鸡肝啊这些东西，里面都是有烟酰胺的成分。那植物类的食物，比如说种子类、坚果类，然后是谷物类，包子、饺子、面包，这些都是含有烟酰胺的，你都额外的去补充了烟酰胺的成分。黑豆、黄豆、红豆、豌豆里面都是有烟酰胺的，还有蘑菇类的东西里面也是富含有烟酰胺的。那还有一个，我的频道里面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发酵类的东西里面富含有烟酰胺的成分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发酵的馒头、发酵的面包，甚至啤酒，甚至我们之前在我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做的米酒，这些东西里面都是含有烟酰胺的。那么关于烟酰胺的产品呢，我之前有分享过，CeraVe 家的产品里面有很多带有烟酰胺的，还有 Olay 的小白瓶，我经常也跟大家讲，也是有烟酰胺的。在视频里分享的雅培的那个美白膏，我平时日常会用的，也是有烟酰胺的成分的。SK-II 里面也是有少量的烟酰胺的成分。The Ordinary 的烟酰胺也是非常经典的产品。宝拉甄选里面也有一个烟酰胺的精华。理肤泉2年新出的那个紫萍的 B3哈，也是烟酰胺精华，也是效果非常明显的哈。如果你是有比如说新长的痘印啊这些东西，黑色素的沉淀，新出来的这种晒斑哈，这种刚刚出来的还在活力状态的这个黑色素，你在使用烟酰胺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它不会变得特别的黑，它黑的时间会变短，更快让黑色素散开和淡化。同时它在你长这个黑色素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的明显，不会特别的深哈。所以这个季节开始使用烟酰胺呢，可以更好的去抵御越来越强烈的紫外线对皮肤造成了伤害，尤其是你皮肤底色比较深哈，谁的底色比较深，谁的这个黑色素就更活跃哈。烟酰胺是真的可以阻止黑色素产生的。我刚才说的以上这些富含有烟酰胺的产品呢，也是相对来讲很安全，不会浓度很高，但是会有一定功效的这样的产品。以上就是今天对烟酰胺的分析了，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得到这个时候想美白的姐妹们。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